广州女孩被劈腿来台湾疗伤，野柳10分钟被台男暖到泪崩，真爱来了吗？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一个关于背叛与新生的故事，看得我这个老姐姐都忍不住感慨万分。这位来自广州的姑娘叫小萱，26岁，在一家外贸公司做业务经理，能力超强，年纪轻轻就已经是公司的业务骨干了。小萱长得水灵灵的，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，说话温温柔柔，但做起事来可不含糊，绝对是又飒又美的新时代女性。她跟男朋友阿强在大学就认识了，毕业后一直异地恋。阿强在深圳一家科技公司上班，两人计划着在攒1-2年前就结婚。真的，我以为我的爱情可以修成正果了。小萱跟我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眶都红了。谁知道天有不测风云，这事儿还得从3个月前说起。那天，小萱忙完一个大单子，心情特别好，想给阿强一个惊喜，就买了高铁票直奔深圳。她提前在阿强公司附近订了一家网红餐厅，想着给他一个浪漫的周末约会。小萱特意打扮了一番，穿上阿强最喜欢的那条粉色连衣裙，还化了个精致的妆容。她本想直接去阿强公司接他下班，却在路上收到闺蜜的微信：萱萱，你男朋友是不是在咖啡厅？我刚刚好像看到他和一个女生在一起，挺亲密的样子。小萱当时心里咯噔一下，不敢相信。她和阿强虽然异地，但每天都会视频，感情一直很稳定。她抱着侥幸心理，赶紧打车去了那家咖啡厅。我当时手都是抖的，心跳得飞快，一遍遍告诉自己肯定是误会，肯定是工作应酬。小萱说道，但是老天爷就是喜欢开玩笑。小萱到了咖啡厅，透过玻璃窗，清清楚楚地看到阿强和一个长发女生坐在角落里，两人手牵着手，女生靠在阿强肩膀上，亲密的不能再亲密了。那一刻，我感觉天都塌了。我们相恋4年，异地3年，我为了这段感情付出了那么多，结果换来的是什么？小萱说着说着，眼泪就掉下来了。小萱强忍着崩溃的情绪，推开咖啡厅的门，直直地走向阿强。阿强看到小萱，脸色瞬间变得煞白，慌忙松开女生的手，站起来结结巴巴地说：萱萱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给你惊喜的，看来是我自己受到了惊吓呢。小萱强装镇定，声音却已经开始发抖。那个女生也站了起来，一脸尴尬，但随即镇定下来，居然主动伸出手说：你好，我是小晴，阿强的女朋友，我们在一起3个月了。什么？小萱感觉自己的世界瞬间崩塌。阿强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阿强支支吾吾地说：萱萱，我本来想找个合适的时机告诉你的，我们异地太久了，我觉得很累。小晴和我在同一个公司，见面方便，慢慢就好啊，真有你的。小萱气得浑身发抖。我们异地3年，每个周末我不是去深圳，就是你来广州。我以为我们在为共同的未来努力，结果你在背后搞这些。我阿强低着头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小萱突然冷静下来，她擦干眼泪，深吸一口气，对阿强说：这3年，我拒绝了多少人的追求，加了多少班赚钱，为了我们的未来。你不是不知道，既然你选择了背叛，那我们就到此为止吧，祝你们幸福。说完，小萱转身就走，留下目瞪口呆的阿强和小晴。走出咖啡厅，小萱才放声大哭，蹲在路边，泪如雨下。回到广州后，小萱整个人都消沉了。她请了1周假，把自己关在家里，不吃不喝，整天以泪洗面。闺蜜小珊看不下去了，硬是把她拖出来散心。萱萱，别想不开，渣男不值得你这样。小珊安慰道，要不要换个环境散散心？我表姐在台湾，你去那边住一段时间怎么样？去台湾，小萱擦了擦眼泪，有些迟疑。对啊，台湾风景美，美食多，最重要的是，人家那边的男生据说特别绅士温柔，说不定你还能觅得真爱呢。小珊半开玩笑地说道。小萱破涕为笑，你呀，净瞎说，我现在哪有心思谈恋爱，满脑子都是如何把阿强碎尸万段。哎呀，开个玩笑嘛。不过说真的，换个环境确实对你有好处。我表姐在台北开了家民宿，环境特别好，你去那儿住一段时间
散散心，想开点。就这样，在小山的软磨硬泡下，小轩决定去台湾散心，办好通行证，订好机票。10天后，小轩踏上了前往台湾的飞机。当时我就是想逃，逃得越远越好。小轩后来告诉我，谁知道这一逃，居然逃出了新生活。到了台北，小山的表姐阿美热情地接待了小轩。阿美30出头，爽朗开朗。她经营的民宿在台北郊区，环境清幽，正是疗伤的好地方。妹妹，别难过了，男人嘛，嫩爸不疼，嫩娘不爱，跳个锅盖就烫死，不值得你这样伤心啦。阿美操着浓重的台湾腔安慰小轩。来，先吃点东西，等会儿带你去夜市逛逛，保证让你开心起来。人在异乡，小轩反而觉得心情轻松了不少。台北的夜市热闹非凡，小吃琳琅满目。阿美带着他尝遍各种美食，盐酥鸡、大肠包小肠、珍珠奶茶、蚵仔煎。小轩被这些美食治愈了不少。哇，这边的小吃也太好吃了吧，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棒。小轩忍不住感叹。那当然啦，台湾最厉害的就是美食啦。明天带你去九份，后天去野柳，让你好好感受台湾的美。阿美拍着胸脯保证。第二天，阿美开车带小轩去了九份。蜿蜒的石阶街道，红灯笼高高挂起，仿佛置身于宫崎骏动画中的场景。小轩一边走一边拍照，暂时忘记了感情的创伤。这里也太美了吧，感觉就像穿越到了动漫世界。小轩由衷感叹，对呀，九份可是《千与千寻》的灵感来源呢。阿美笑着说，看你今天心情不错吗？比昨天好多了。确实好多了，谢谢你，阿美姐。小轩真诚地说，这2天要不是你陪着，我可能还在房间里哭呢。傻孩子，哭有什么用？阿美摸了摸小轩的头，渣男多的是，好男人也多的是，只是看你遇不遇得到罢了。九份的一天很快就过去了，小轩心情渐渐平复。第3天，阿美按计划带他去了野柳。野柳是台湾北海岸一个著名的地质公园，以奇特的岩石地貌闻名，尤其是那个形似女王头的岩石，更是吸引了无数游客。哇塞，这些岩石也太神奇了吧！真的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！小轩看着奇形怪状的岩石，不禁感叹道。阿美点点头，是啊，这些岩石都是经过千百万年的海水冲刷形成的，每一块都有自己的个性呢。两人沿着木栈道慢慢前行，欣赏着奇特的岩石景观。小轩不时举起手机拍照，想把这些美丽的景色记录下来。就在他专注拍照的时候，意外发生了。一阵海风吹来，小轩手中的手机突然滑落，啪的一声掉在了栈道下方的岩石缝隙中。啊，我的手机！小轩惊呼一声，蹲下身子往下看。只见手机卡在离栈道大约2米深的岩石缝隙里，看得见却够不着。完蛋了，手机里还有好多重要资料呢。小轩急得快哭出来了。别急，我们找工作人员帮忙吧。阿美安慰道。正当两人着急的时候，旁边传来一个温和的男声，需要帮忙吗？小轩回头一看，只见一个穿着休闲装的年轻男子站在那里。身材高大挺拔，面容清秀，笑起来有2个浅浅的酒窝，一看就是很阳光的类型。啊，是这样的，我的手机掉下去了，卡在那个缝隙里了。小轩指着下方的岩石缝隙说道。年轻男子顺着小轩手指的方向看了看，思考了几秒钟，说，看起来不太容易够到呢，不过我可以试试。说完，他就开始脱鞋子，准备下去。诶，这样太危险了吧？小轩连忙阻止，还是等工作人员来吧。没关系的，我经常爬山，对这种地形很熟悉。年轻男子笑着说，况且这里并不是很危险，只要小心一点就行。不等小轩再说什么，年轻男子已经翻过栏杆，小心翼翼地沿着岩石往下爬。阿美和小轩紧张地看着，生怕他有什么闪失。年轻男子动作敏捷，很快就爬到了手机附近。他伸长手臂，终于够到了卡在缝隙中的手机，抓到了！他高兴地喊道。小轩和阿美悬着的心终于放下，两人开心地拍起手来。年轻男子顺利爬了上来，将手机递给小轩，给你的手机，幸好没有掉进海里，看起来也没有摔坏。小轩接过手机，感动的眼眶有些湿润，真的太谢谢你了，你冒这么大风险帮我拿手机，实在是太感谢了。没什么啦，举手之劳而已。
年轻男子摆摆手，谦虚地说。阿美此时眼珠一转，笑眯眯地说，这位小哥，看你口音，你是本地人吗？是啊，我是基隆人，就住在附近。年轻男子点点头，对了，忘了自我介绍，我叫陈家豪，朋友们都叫我阿豪。阿豪你好，我是阿美，这是我表妹小轩，她从广州来台湾玩的。阿美热情地介绍道，故意把小山的闺蜜说成自己的表妹，原来是大陆来的朋友啊，欢迎你们。阿豪微笑着说，第一次来台湾吗？感觉怎么样？第一次来，感觉这里的风景很美，人也很热情。小轩点点头，有些害羞地回答。阿美看两人聊得还不错，眼珠一转，又道，阿豪，我们对这附近不太熟，你有空的话，能不能带我们转转啊？当然可以啊，阿豪爽快地答应了。正好我今天休假，本来就是来散心的，如果你们不介意，我可以当一回导游。就这样，阿豪成了两人临时的导游。他对野柳的每一处景点都了如指掌，不仅带着他们参观了女王头、仙女斜等著名景点，还给他们讲解了每个岩石形成的地质原理，听得小轩和阿美连连点头。在女王头前，阿豪帮两人拍了好几张照片，拍照技术相当不错，把小轩拍得格外美丽。哇，阿豪，你拍照技术也太好了吧！小轩看着手机里的照片，惊喜地说，还好啦，平时有摄影的爱好，拍得多了就有经验了。阿豪笑着回答。阿美在旁边看着两人聊得火热，心里暗暗高兴。参观完野柳地质公园，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，肚子饿了吧？我知道附近有家海鲜餐厅特别好吃，我请你们去尝尝。阿豪热情地邀请道。这怎么行？应该我们请你才对，要不是你帮忙拿回手机，又当了一下午的导游，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呢。小轩连忙说道，别这么说，能认识你们很开心，就当交个朋友啦。阿豪坚持要请客，最后三人决定 AA 制，一起去了阿豪推荐的海鲜餐厅。餐厅就在海边，环境优美，海鲜新鲜美味。三人边吃边聊，气氛非常融洽。吃饭的过程中，小轩了解到阿豪是一名海洋生物研究员，在基隆的海洋研究所工作，平时研究的是珊瑚礁生态系统。原来你是科研人员啊，难怪刚才讲解的那么专业。小轩惊讶地说，是啊，从小就喜欢大海，所以选择了这个职业。阿豪眼中闪烁着热情的光芒，每天和海洋生物打交道，虽然辛苦，但是很有成就感。听阿豪讲述他的工作和研究，小轩不由得对这个阳光温和的男生产生了好感。和阿强相比，阿豪更加真诚稳重，谈吐间流露出的知识储备和人生态度也让小轩很是欣赏。饭后，阿豪主动提出送他们回台北。不用啦，太麻烦你了。小轩婉拒道，没关系，我刚好也要回台北，顺路的。阿豪笑着说。阿美见状，连忙说，那就麻烦阿豪了。路上，阿豪和小轩聊了很多，从各自的工作到兴趣爱好，再到人生理想，两人发现彼此有很多共同话题。阿美坐在后座，看着前排聊得热火朝天的两人，嘴角挂着意味深长的笑容。回到民宿，阿豪礼貌地和两人道别。临走前，他鼓起勇气问小轩，小轩，你在台湾还待多久？大概还有1周吧。小轩回答道，那个如果你有空的话，我可以带你去台北的其他地方逛逛，比如阳明山、淡水老街之类的，那里的风景很美。阿豪有些紧张地说。小轩犹豫了一下，想起了阿强的背叛，心里有些迟疑，但看着阿豪真诚的眼神，他点了点头，好啊，谢谢你的好意。阿豪开心地笑了，那我们交换一下联系方式吧，我加你，两人互相加了 LINE， 约好了2天后一起去阳明山。送走阿豪后，阿美立刻八卦地问道，哎呀，看来我们轩轩要脱单了哦。阿豪这孩子不错，人长得帅又有学问，工作也稳定，最重要的是为人非常热心善良。今天帮你拿手机的事情就能看出来。阿美姐，你想太多了啦。小轩红着脸说，我们只是普通朋友而已，再说了，我刚刚失恋，哪有心思谈恋爱啊？哎呦，感情这种事情是说不准的啦，说不定这就是你的命定之人呢。阿美笑着打趣道。小轩摇摇头，但心里却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阿豪阳光的笑容和那双真诚的眼睛。
接下来的2天，小轩跟着阿美在台北市区逛了逛，去了台北101、故宫博物院等著名景点。期间，阿豪时不时会发些台北的美食推荐和景点介绍给小轩，两人的聊天越来越频繁。终于到了约定的日子，阿豪一早就开车来民宿接小轩。阿美故意说自己有事，把两人单独撮合在一起。阿美姐，你这是干嘛啦？小轩小声抗议。帮你创造机会啊，乖啦，好好享受今天的约会吧。阿美挤眉弄眼地说。什么约会啊，只是普通朋友一起出去玩而已啦。小轩红着脸辩解。阿豪开车带着小轩一路向阳明山驶去，沿途风景如画，小轩忍不住感慨道，台湾真的好美啊，山清水秀的，完全不像广州那样的大都市。是啊，台湾虽然小，但风景很多元化。阿豪微笑着说，从北到南，从东到西，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美。如果有机会，真希望能带你环岛1周，让你看看不一样的台湾。小轩听到这话，心里一暖，但随即又想起了阿强，不由得有些犹豫。阿豪似乎察觉到了他的情绪变化，轻声问道，怎么了？是不是我说错了什么？没有。小轩摇摇头，只是想到了一些事情。阿豪没有追问，而是体贴地转移了话题。待会儿到了阳明山，我带你去看海芋，现在正是花开的季节，特别漂亮。到了阳明山，满山遍野的海芋如同白色的海洋，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美不胜收。小轩被这美景深深吸引，忍不住拍了好多照片。这里真的太美了，简直像仙境一样。小轩由衷感叹，是啊，每年这个季节，这里都会吸引很多游客。阿豪说着，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。对了，给你准备了一个小礼物。小轩惊讶地接过盒子，打开一看，是一个精致的海洋生物主题的书签，上面有珊瑚和小鱼的图案，非常可爱。这事儿我知道你喜欢看书，所以特意给你挑了这个。阿豪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，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，就是一点小心意。谢谢你，我很喜欢。小轩感动地说，他没想到阿豪会这么细心，记得他在闲聊中提到过自己喜欢看书的事情。两人在阳明山上漫步，阿豪像个百科全书一样，给小轩介绍着各种植物和地质特点。中午，他们在山上的一家餐厅吃了午饭，然后继续游览。下午，阿豪带小轩去了淡水老街。夕阳西下，两人坐在淡水河边，看着对岸的繁华都市和眼前宁静的河面，一时无话。小轩，阿豪突然开口，我能问你一个私人问题吗？什么问题？小轩有些紧张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阿豪认真地看着他，这几天相处下来，我感觉你虽然在笑，但眼睛里总有一丝忧伤。如果不方便说也没关系，我只是有点担心你。小轩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觉得有必要坦白，其实我是来台湾散心的。我前段时间发现男朋友出轨了，我们交往了4年，我很难过。阿豪听完，轻轻地叹了口气，原来如此，怪不得你有时候看起来心事重重的。虽然已经好多了，但有时候还是会想起来。小轩低声说道，那个男生真的很傻。阿豪认真地说，放弃了这么好的你。小轩被这直白的话语惊到了，一时不知道如何回应。阿豪似乎意识到自己说的有些过头，连忙道歉，对不起，我不该这么说的。没关系的，小轩摇摇头，谢谢你这么说。两人又沉默了一会儿，阿豪突然站起来，来，我带你去吃台湾最有名的牛肉面，保证让你忘掉所有烦恼。就这样，在美食的治愈下，小轩的心情渐渐好转。晚上，阿豪送小轩回到民宿，临别时，他鼓起勇气说，小轩，你接下来几天有什么安排吗？如果方便的话，我想继续当你的导游。小轩想了想，点点头，好啊，那就麻烦你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阿豪几乎每天都来接小轩出去玩。他带他去了猫空喝铁观音，去了北投泡温泉，去了西门町逛街。每一天，小轩都能感受到阿豪的细心和体贴。渐渐的，他的心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。丽姐，你知道吗？那几天我真的很纠结。小轩后来对我说，一方面我被阿豪的真诚和体贴感动，另一方面我又害怕再次受伤。毕竟我和阿强在一起4年，都能被背叛，何况我和阿豪才认识几天啊。在台湾的最后一天，阿豪带小轩去了垦丁，那里有台湾最美的海滩，
站在蔚蓝的大海边，小轩感慨万分，时间过得真快，明天我就要回广州了。这几天开心吗？阿豪轻声问道。很开心，谢谢你陪我游览了这么多地方。小轩真诚地说。阿豪深吸一口气，似乎鼓足了勇气。小轩，我知道你刚刚经历了一段不愉快的感情，可能现在谈这些有点不合时宜，但是这几天和你相处下来，我真的很喜欢你。你善良、坚强、聪明，是我遇到过的最特别的女孩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和你保持联系，无论是朋友还是更进一步的关系，都可以从长计议。我不会给你压力，只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。小轩被这突如其来的告白惊到了，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。阿豪看他不说话，连忙补充道，你不用现在给我答案，我知道这很突然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的心意。我们可以先做朋友，慢慢了解彼此。小轩沉默了许久，最后轻轻点了点头。好，我们可以保持联系，但是我需要时间。我理解，我会等你。阿豪温柔地说。分别的时候，阿豪将小轩送到机场，依依不舍地道别。小轩坐上飞机，回想这10天在台湾的经历，心情复杂而充实。回到广州后，小轩重新投入到工作中，但他和阿豪的联系并没有因为距离而中断，相反，两人几乎每天都会视频聊天，分享各自的生活和工作。3个月后，阿豪请了长假，飞到广州看小轩。当小轩在机场看到风尘仆仆的阿豪时，心中的那份感动终于化为了决定。阿豪，我想好了。小轩认真地看着他的眼睛，我愿意和你在一起试试。阿豪激动地将小轩抱起来，原地转了一圈，引得周围的人都笑着看他们。又过了半年，小轩决定调到公司的台北分部工作，正式开始了他和阿豪的同城恋爱。1年后，两人在垦丁的海边举行了一场简单而浪漫的婚礼。丽姐，你知道吗？我从来没想过自己的爱情会是这样的。婚礼前夜，小轩对我说，如果不是阿强的背叛，我可能永远不会来台湾，也不会遇到阿豪。有时候，看似最坏的事情，反而会带你去到最好的地方。是啊，爱情就是这样神奇，它会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刻，以最不可思议的方式出现。小轩和阿豪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真爱或许就在下一个转角等着你。重要的是，你要有勇气去面对过去的伤痛，敞开心扉，迎接新的可能。所以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如果你现在正在经历感情的低谷，请不要灰心，就像小轩一样，勇敢地迈出那一步，说不定你的真爱也正在前方等着你呢。好啦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我是丽姐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